你水性好，快去救他！既然你这么心疼他，你就自己下去救他。前世我和瑞王的定亲宴上，柳如堂意外跌落荷花池，我救他上岸，却中了他藏在袖中的同命蛊。从此他身体一天天好转，我却日咳血，被困在王府，为他续命。能给如婵续命，是你的荣幸。临死前，萧承玉冷漠地看着我。我死在萧承玉引柳如堂入府后的第7年。来人，快救人！他顶着我的身份，成了人人称羡的太子妃，我却被关在柴房里，日日遭受折磨。姐姐，大夫说再取3次血，我的病就能彻底好了。我看向夫君萧承玉，萧承玉，我自认没有对不起你，你害我还不够，为什么还要害我沈家满门？你占着正妃之位，享尽王府尊荣，替如堂受些苦，算得了什么？表哥，姐姐好像还在怨我。来人，送太子妃上路。侍卫上前掐住我的下颌，药汁被强行灌进喉咙。意识消散前，我听见柳如堂低声问：“姐姐死了，我怎么办？”我会再替你找药。若有来世，我定要让这对狗男之生不如死。该去前厅了，今日可是您与瑞王殿下的定亲宴，再迟就失礼了。我猛地睁开眼，铜镜中映出一张少女的脸，竟然回到了定亲宴之日。小姐，快些吧，夫人和老爷已经在前厅等您了。我闭了闭眼，将翻涌的恨意一点点压下去。走吧。知薇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，我和表哥等了你好久，见你迟迟不来，便想着来寻你。萧承玉也从他身后走来。知薇，走吧，宾客都还在等我们。走吧。就在他们走近的那一刻，他猛地拽着我往池边倒去。柳如堂忽然低呼一声，萧承玉脸色一变，下意识朝他伸手。我趁机抓住萧承玉的手，把他一起拽入湖中。柳如堂呛了水，本能缠住了离他最近的萧承玉。快救人！小姐姐也在水里，瑞王殿下落水了。萧承玉水性极好，很快拖住柳如堂的腰。我趁无人留意，游到另一侧。小姐，把手给奴婢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被她拉上岸。知薇姐姐，我不是故意拉你的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沈知薇，你竟敢拉本王下水！柳姑娘在水池另一端，却拉着我一起下水。殿下不问她，反倒来怪我。宾客间渐渐响起议论，柳如堂脸色发白。表哥，不怪姐姐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才落了水。表哥，快放开我！今日是你和姐姐的定亲宴，若让旁人误会，我没脸活了。他捂着唇咳了起来。萧承玉立马出声：“快去请大夫！”柳如堂想阻止，表哥，我没事，不用请大夫。我却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去请林大夫。”林大夫是沈家故交，神医谷传人。柳姑娘并无大碍，只是她体内有同命蛊气息，一时承受不住，才出现反噬症状。众人脸色微变。所谓同命蛊，并非寻常毒物，而是一母一子2只蛊虫。在他们看来，落水时柳如堂最先抓住的是我，那么中毒的人自然也是我。我不知道那是害人的蛊毒，掌柜只说这药能借爬人的气血替我调养身体，我只是不想死。从小到大，大夫都断言我活不过18岁，我只是想从你那里借一点气血，等我病好了，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。柳如堂眼泪落得更凶，我后退一步，没让他碰到我。可你借的是命。萧承玉皱起眉：“知薇，如堂已经知道错了，而且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自幼习武，身体远胜常人，这件事根本不值得讨论，也未必不能。”我盯着他，眼神冰冷。殿下认为这件事可以就此算了？本王会请最好的大夫替你诊治，所需药材也由王府承担。柳如堂依偎在他身旁：“姐姐放心，若要用我的血如药，我也愿意。”萧承玉听得愈发心疼。如堂也是受人蒙透，你既然并无大碍，便不要揪着此事不放。我缓缓笑了。殿下当真认定中蛊的人是我？落水时如堂抓住的人是你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殿下说的不错，他当时确实抓住了我，可他抓住的是我的衣袖。你方才说过，子蛊入体需借肌肤相贴，若对方身上有伤，应该更容易中蛊吧？蛊虫最喜血气，若接触之人身上有伤口，
子骨入体更快。我转过眼，那殿下不妨想想，落水之后是谁抱着柳姑娘上岸，又是谁为了救她被划破了掌心？萧承玉神色一僵，下意识攥紧右手，他的掌心确实有一道伤口。柳如堂脸色微变，表哥，姐姐这是在挑拨我们，你怎么会中蛊呢？明明是他离我最近，是不是我？我淡淡打断他，验脉便知。我伸出手腕放到林大夫面前，林大夫搭上我的脉，说道：沈姑娘脉象平稳，气血充盈，并无中蛊之象。不可能！萧承玉脸色沉了下来。既然殿下不信，我收回手腕，那便再验一日。声音平静。殿下敢让府医诊脉吗？我看向他，萧承玉眼底闪过一丝迟疑。柳如堂捂住心口，呼吸急促。表哥，我有些不舒服。大夫，还不快过来！话刚落，他身形晃了晃，萧承玉捂住胸口，猛地呕出一口血来，屋内顿时乱作一团。柳如堂慌忙伸手扶他。表哥，你怎么了？他方才还苍白的面色，此刻却好转了起来。林大夫看见这一幕，脸色骤变。蛊毒发作了！林大夫连忙扣住萧承玉的手腕，指尖刚搭上脉门。王爷脉息紊乱，气血衰败，正是中蛊之人的脉象。说什么？萧承玉难以置信开口。府医跪倒在地。中蛊之人并非沈姑娘，而是王爷您。柳如堂浑身一颤，下意识松开了手。怎么会是本王？我不知道，中毒的人明明应该是他。殿下方才不是说要人身体康健，受些苦也算不得什么，如今只是换成了你，怎么就变了脸色？柳如堂猛地抬头，目光怨毒。是他害了你，若不是他同你换了位置，中毒的根本不会是你。柳如堂，你若不先拉我，殿下又怎会落水？他面无血色。你肯定早就知道。我笑了。我只是见你扑来，本能地抓住身边的人，又怎知你随身带着蛊毒？萧承玉顾不得其他，一把抓住了柳如堂的手腕。解药呢？快给我解药！没有解药。卖药的人说，同命蛊一旦入体，便无法剥离，除非找到另一个身体将健的人，心甘情愿地接蛊毒。萧承玉忽然向我看来。今日之事让你受委屈了，下毒之事，本王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等本王常愈，便进宫请父皇赐婚，此生绝不负你。我眼底闪过一丝嘲讽。殿下想让我怎么帮你？他眼底闪过一丝欣喜。先让大夫替本王诊治，若实在无解，你与如堂同为女子，又曾与她一起落水，或许能将蛊毒重新接回去。表哥，你不能娶她，她早有预谋，巴不得我们都死，根本就不会真心替你解毒。萧承玉一脚将他踢开。本王变成这样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？你以为杀了我，你就能好起来？卖药的人说过，我若死了，蛊毒便会彻底失控，到那时，你活不过3日，你只能娶我，也只能护着我。萧承玉冷冷看向他，威胁本王。柳如堂满脸是泪，哽咽道：表哥，我只是太爱你了。我平静开口。殿下若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告辞。萧承玉挡在我身前。等等，只要你能救本王，本王便答应你一个条件。我要你把柳如堂送走，永不纳她入府。萧承玉却沉默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看来殿下的承诺也不过如此。越过他，朝门外走去，身后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和柳如堂尖利的哭喊：萧承玉，你若敢把我送走，我便拉着你一起死。第2日，本王今日是来商议婚期的，希望能尽快完婚。父亲冷笑一声：听闻王爷病得下不了床，小女福宝不敢嫁。萧承玉的手指骤然收紧。沈大人误会了，本王只是偶感风寒。我爹冷哼了一声：殿下与柳姑娘情深意切，我沈家高攀不起。我适时出声：殿下来的正好，我也有一件东西要还你。我将订婚玉佩放到桌上，萧承玉看了一眼。你这是在同我闹脾气？如何下毒是不对，但他并未害到你。况且，本王已经惩罚了他。我抬眼看他，怎么惩罚的？他眼底闪过一丝心虚，开口道：我罚他禁足半年。谋害我沈家嫡女是禁足半年。萧承玉看向我：知薇，本王知道你不愿如堂入府，只要你替本王解毒，本王可以推迟纳妾，正妃的位置永远是你。表哥，你果然来找他了。
萧承玉冷冷看向他，谁准你出府？他哭着开口：“我说不来，怎知你与他说了什么？你明明说过只爱我一个。”他转而跪在我面前：“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其他什么我都能让给你，唯独表哥不行。求求你，能不能别拆散我和表哥？”父亲被他气笑了：“你谋害我女儿，还有脸来沈家哭诉？”柳如堂咬着唇：“我没有想害姐姐，我只是想借她一点气血，等我病好，自会想办法还她。况且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中毒的是表哥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”我看向萧承玉，殿下也听见了，沈家今日解除婚约，绝非争风吃醋，是瑞王府欺人太甚，也是柳姑娘害人在先。表哥，既然姐姐执意退婚，那便退了吧。她还有沈家护着，可我只有你了。说你不要我，我就真没了活路。滚开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我们已经分不开了，表哥，我们已经分不开了。既然老天让我们同命相连，便说明我们注定该在一起。萧承玉冷声吩咐下人备车，柳如堂连忙追上去。临出门前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里满是得意。他如今还不知道，他费尽心机抢到的，从来不是什么良人。这件事当日便传遍京城，不过2日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，说瑞王为了病弱表妹悔婚，还纵容表妹闯入沈府以死相逼。凤仪宫内，柳如堂一进门便跪下：“娘娘，臣女与表哥两情相悦，求娘娘成全我们。”皇后皱眉看向他：“外面都说你给沈氏下毒，可有此事？”柳如堂伏在地上，肩头轻颤：“臣女只是病急乱投医，买了一味偏方，并不知道会害人。”沈氏，你怎么说？回娘娘，臣女只求解除婚约。我平静道。皇后的脸色顿时沉下。婚约是先帝定下的，不过是一场误会，何必闹大？殿下纵容柳姑娘给臣女下毒，若非意外，臣女恐怕连命都没了。姐姐就这样容不下我吗？那只是偏方，并不会害人性命。我没有理他，取出一只香囊，这里面的药丸与他身上的气味相同。回春堂也有他买药的记录。娘娘若想知道真相，只需请其太医查验。皇后看了一眼身旁嬷嬷，嬷嬷正要接过，柳如堂忽然捂住心口，痛苦地倒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偏殿传来一声巨响，萧承月被侍卫扶了出来，唇边全是鲜血。承月，表哥，你怎么了？柳如堂扑到萧承月身边，被他碰到，身子猛猛地一颤，竟连站都站不稳了。随侍太医立刻上前诊脉。王爷脉象衰败，与柳姑娘的脉象隐有牵连。柳姑娘方才病气骤减，王爷体内的病气却骤然加重，实在古怪。给本宫说清楚！臣从未见过这样的病症，只怕不是病，而是毒。殿中鸦雀无声，柳如堂慌乱抬眼，狡辩道：“不是毒，表哥只是受寒，还未痊愈。”萧承哲却当着皇后的面跪了下来：“母后，儿臣身体自己清楚，只是落水那日，我与如堂已有继父之情，未免皇家蒙羞，求母后下旨，让他尽快入府。”我望着他，彻底明白了他的打算。他这是要将他放在身边，逼他交出解毒之法。皇后沉默片刻，妥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10日后便迎柳氏入府为侧妃。”柳如堂如获大赦：“臣女谢娘娘恩典。至于你与瑞王的婚事，暂且不变，待瑞王养好身体，再择吉日完婚。”殿外忽然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：“瑞王身中奇毒，真相尚未查清，母后便急着让沈姑娘嫁过去，未免不妥。”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太子萧燕正缓缓走来。儿臣以为应先查毒。皇后看见他，神色淡了几分。不过是内宅之事，
怎么惊动了太子？萧炎向皇后行礼，关乎皇子身体，便不是小事。话落，又看向跪在地上的太医。你方才说，瑞王与柳姑娘的脉象相连，查过饮食和药物吗？尚未来得及。太医恭敬回答。那便查。萧燕淡淡出声，柳如堂立刻开口：太子殿下，我与表哥子自幼相识，绝不会害他。姑问你了吗？柳如堂脸色一白，萧承哲撑着侍卫站起来。皇兄，这是臣弟自己的事，就不劳皇兄费心了。萧燕神色冰冷。有人将来历不明的毒带入皇室，此事便不再只是内宅私怨，这是关乎皇室安危的大事。皇后不愿事情继续闹大，抬手打断。今日先到这里，柳氏入府的日子不变，至于毒，交由太医院暗查。瑞王殿下与柳姑娘已有肌肤之亲，臣女若仍占着婚约，反倒成了不知进退。臣女愿退婚，成全瑞王殿下与柳姑娘的情分。殿内一时寂静，皇后脸色难看，似在权衡利弊。就在这时，萧炎忽然开口：儿臣以为他说的有理。瑞王与柳氏既已两情相悦，再强留婚约，只会让沈家受辱，引起他们的不满，倒不如准沈姑娘退婚。皇后冷冷看着他。太子今日似乎格外关心沈家的婚事。萧燕不慌不忙：儿臣只是为了皇家颜面。最后，皇后摆了摆手：容后在意。走出凤仪宫，萧承业拦住我的去路。本王警告你，别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太子不是你能攀附的。我看着他毒恨交加的神色，只觉得好笑。殿下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吧。柳如堂追出来，挽住他的手臂：表哥，我们回府吧。萧承义没有理他，盯着我道：10日后如堂入府，你也来。现在我们还没退婚，你既是未来正妃，便该亲手迎她进门。我去。萧承月以为我这是妥协了，得意的笑了。记住你的身份，除了我，谁还肯娶你？两人离开后，我独自穿过宫道，却见前方停着东宫车驾。萧燕站在一旁，手中拿着我方才落在凤仪宫的香囊。沈姑娘刚才落下的东西，她递给我，嗓音温和。我接过香囊，多谢殿下。这香囊里的药不是寻常毒。她嗓音很淡。我的指尖微顿，有些惊讶。殿下查过？他笑了下，不疾不徐。孤在一个西南术士身上见过类似的毒，此物阴险，你还是小心为好。萧燕没有过多解释，转身登上马车。10日后纳测验，姑也会去。帘子落下前，他又道。马车缓缓驶离，我站在原地，低头看着手中的香囊，突然笑了。太子萧燕或许可以拉拢。10日后，瑞王府张灯结彩，柳如堂坐着小轿从侧门入府，头上盖着红盖头。萧承月站在门前，神色憔悴。知薇，你来了。我淡淡道：殿下亲自相邀，我自然要来。柳如堂听见我的声音，掀开盖头一角，眼里带着得意。姐姐肯来送我入府，我很高兴。我笑了下，没说话。太子萧燕也如约而至，他只带了2名随从，入席后并未多言。萧承雕强撑着笑意，让人奉茶。可茶刚端上来，府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，管家匆匆跑进来，脸色煞白。王爷，京兆府的人来了。京兆府官差押着一个人走进前厅。柳如堂看清那人的脸，手中茶盏砰然落地，那正是回春堂掌柜。萧承业厉哼道：今日是瑞王府喜宴，谁准你们擅闯？京兆尹拱手行礼，语气不卑不亢。下官奉旨查办京中禁药，有人供出柳姑娘曾在回春堂购买禁药，意图谋害沈家嫡女，此事牵涉甚广，下官不得不来。满堂宾客哗然。我没有，我是被人骗了。柳如堂尖声反驳。老大夫跪在地上，颤声道：柳姑娘买药时，小人已经将药效说得清清楚楚。柳如堂脸色彻底失了血色。
我从清代手中接过一只木匣，放到众人面前。这里是回春堂的暗账，上面记着柳姑娘买药的日子、银钱。萧承玉一把夺过账册，翻了几页后，脸色难看。他看向柳如婷的眼神冷得像冰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柳如堂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袖。表哥，我只是想活着，没有想害你。我以为中毒的人会是沈之柔。我讽刺道：原来柳姑娘是早有预谋。柳如堂这才意识到失言，慌乱地捂住嘴。萧承运却猛地甩开他。柳如堂跌坐在地，狼狈不堪。萧燕这时才缓缓起身。谋害官眷，私购禁药，此事性质恶劣，且牵涉皇子安危，必须严查。皇兄想如何？萧承岳咬牙道。带人入宫。萧炎看向金兆尹，瑞王将人证物证一并呈到御前。柳如堂忽然尖叫起来：我今日已经入府，便是瑞王的人，你们不能带我走！我凑近他，压低声音：柳如堂，我送你的贺礼，可还喜欢？他怨毒地看着我。你是故意的，沈知薇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却笑了，就算要死，也该是你。我们被带入御书房，账册、人证、香囊、残药一一摆在御案前。皇帝翻完账册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柳氏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柳如堂跪在殿中，哭得几乎喘不过气。陛下，臣女自幼体弱，只是一时糊涂，臣女没有想过害瑞王和沈姑娘。皇帝看向萧承约：你知道他买毒害人这事吗？萧承玉跪得笔直，额角渗出冷汗。儿臣初时并不知情，后来毒发，才知此事。既然知道，为何不上报？皇帝冷声问他。他沉默了。儿臣怕此事闹大，有损皇室名誉。但比起皇室颜面受损，他更怕这件事对他争储君之位有影响。萧燕上前一步，将另一侧账簿呈上。父皇，儿臣命人查过回春堂银钱来往，柳氏买毒所用的银子，并非出自柳家，而是瑞王府外账。萧承玉脸色骤变，儿臣不知此事。萧燕接着补充：瑞王府二管事已经招认。柳家，皇后的母家。儿臣顺着这条线查下去。萧燕语气平稳，发现柳氏一族近年结党营私，私吞朕银。皇后闻讯赶来时，正听见句话：太子此言可有证据？萧燕抬手，身后侍从立刻呈上一只密封的匣子，匣中是柳家与地方官员往来的密信，还有几本做了夹层的账簿。皇帝越看脸色越沉，最后他猛地将账册砸到地上。好一个柳家！皇后跪下道：陛下，臣妾从不知情。萧燕淡声道：柳家多次借着母后名义向地方官员施压，宫中有内侍可以作证。皇后身形晃了晃。萧承卓难以置信地看向他：母后，传旨，查抄柳家，涉案官员一律下狱。皇帝脸色沉了下来。皇后监管母族不力，收回凤印，禁足中宫。皇后伏在地上，脸色灰白。父皇，儿臣只是被柳氏蒙骗。萧承岳彻底慌了。皇帝冷冷看着他：你被蒙骗，便纵容凶手，你还有半点皇子该有的担当吗？萧承焕张了张口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皇帝下旨，夺去他瑞王封号。柳如堂被押入诏狱，待刑部复审后定罪。侍卫上前拖人，柳如堂忽然爬向萧承玉：表哥，救我！你说过会护我一辈子。萧承业却猛地避开他的手。若不是你，本王怎会落到今日地步？柳如堂一脸绝望地被拖走了。我站在殿中，冷眼看着这一切。前世沈家满门覆灭，我被囚禁7年，他们只不过受这么一点苦，就受不了了。不过1天，瑞王被夺封号，皇后失去凤印，柳氏一族被查抄。
但柳家毕竟是大家族，没那么容易倒。次日早朝，便有御史上奏，称沈家与东宫早有往来，借下毒一案构陷瑞王，意图动摇朝局。父亲回府时脸色不太好，母亲担忧道：“陛下怎么说？”父亲解下朝服，沉声道：“陛下没有定论，只命刑部继续审。”兄长冷笑着说：“他们这是见瑞王倒了，便想拉太子下马，顺便把脏水泼到沈家头上。”我坐在窗边，指尖轻轻摩挲着茶盏。我早有预料，前世萧承玉能踩着沈家上位，靠的是柳家和支持他的大臣，那些人自然不会眼睁睁看他倒台。爹，柳家私吞阵营的案子，或许还没查干净。你怎么知道？女儿从前听柳如堂提过，柳家在江南有几处粮仓。柳家贪墨一案，他已经在心里翻来覆去推演了许多遍。若只是寻常铺面，何必藏得那么深？我带人去查。不可打草惊蛇。若他们真有问题，此时必定忙着销毁证据。兄长不如盯着柳家旧仆的动向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当夜，清代悄悄送进来这封信，信上没有句话，只有署名：江南旧账在城外青石仓，今夜有人送火。我立刻去见父亲。父亲沉吟片刻，开口：“昭儿，你带亲信出城去拦截，我派人暗中通知刑部。”天色将明时，兄长回来了。幸好去得及时，救下半箱账册。他怀里抱着一只烧焦的木匣，木匣打开，里面是被熏黑的账簿。父亲只翻了几页，脸色便彻底沉了下去。柳家不仅贪墨赈银，还借赈灾之名囤粮抬价，逼得江南百姓卖儿卖女。那些银子几经转手，最后流入了瑞王府外账。天亮后，父亲带着账册入宫。傍晚，宫中传来消息，皇帝震怒，命三司会斩。与此同时，萧燕亲自将瑞王府外账呈到御前。萧承玉被传进宫时，旧疾发作，吐了不少血。让他跪着。皇帝只让内侍冷冷传话，萧承鄂在御书房外跪了整整2个时辰。听说他几次毒发，疼得几乎昏过去，却无人敢替他说情。皇后被禁足中宫，自身难保。萧承鄂在御书房外跪了整整2个时辰。听说他几次毒发，疼得几乎昏过去，却无人敢替他说情。皇后被禁足中宫，自身难保。柳家众人下狱，瑞王旧党纷纷闭门不出。因同命股在，萧承岳和柳如堂性命绑定。皇上暂时没动柳如堂，只下令让人将他送回瑞王府看管。萧承玉看见他，眼中恨意的翻涌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柳如堂苍白的笑了笑。表哥不是最该盼着我回来吗？我若死在赵狱，你也活不成。萧承义猛地掐住他的手腕。你个贱人！若不是你给本王下毒，本王怎会落到今日地步？柳如堂痛得皱眉，却没有挣扎。表哥这话真可笑。当初你明知我要害沈之薇，不也替我遮掩了吗？柳如堂抬头看他，眼里满是讥讽。回春堂的药是用瑞王府银子买的，替我取银的人是府中管事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萧承玉脸色骤变。柳如寒凑近他，阴郁色开口：“你只是不在乎而已。如果中毒的人是沈之薇，沈家就会被掣肘为你所用，所以你才装作不知道。现在出了意外，你凭什么怪我？”萧承应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毒妇！柳如堂跌在地上，唇角流血，却忽然笑出了声。表哥，你打吧，你越动怒，蛊毒发作的越快。下一秒，萧承岳就捂住了胸口，脸色惨白。柳如堂看着他狼狈的模样，放声大笑：“以后别想摆脱我，就是死，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”又过几日，
刑部审出了新的供词：柳家曾借瑞王府名义，暗中收买江湖术士，寻找转移同命骨的方法。而那术士失踪前，曾留下半卷残方，残方上写着：同命骨无解，若强行转移，两人都会气血逆乱，轻则疯癫，重则暴毙。萧燕来沈府见父亲，议事结束后，他在回廊下停住脚步。我正要行礼，他却开口道：不必多礼。我看向他，瑞王会死吗？让他死，太便宜了。好，我等着看他们的结局。几天后，柳家案子有了定夺，柳家属主犯被判斩首，涉案官员被流放。皇后因纵容母族，被废去后位，迁居冷宫。与此同时，皇帝病情加重，朝政渐渐交到太子手中。父亲私下曾对我感慨：太子殿下心性沉稳，若能继位，与朝廷是幸事。我在心里默默点了点头。上一世，萧燕遇刺身亡，萧承镇成了太子，可他根本就没储君的风度，整日沉迷美色，朝野上下怨声载道。这一世，终于重回正轨了。沈大人接旨。皇帝病危那一夜，宫中忽然传召父亲入宫，母亲作为命妇也被召去市集。我陪母亲同往，刚到宫门，便察觉气氛不对，禁军比往日多了1倍。若一直往日宫叫着，宫道两侧灯火通明，却静得没有半点人声。萧燕站在御书房外，眉目冷肃，看见我时，她眼底的寒意仿佛会一丝暖意融化，流露出不易察觉，稍稍散开。今夜不要离开沈夫人身边。我心中一紧，出了什么事？冷宫那边有人异动。他没有隐瞒。话音刚落，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钟声，皇帝驾崩了。顾命大臣奉遗诏入殿，正要宣读时，冷宫方向忽然火光冲天。有人趁了判放出狒后，萧承耀被人搀扶着走来，脸色惨白，眼中却带着不顾一切的疯狂。父皇临终前真正要传位的人是我，我有父皇亲手写的遗诏。一名内侍捧出所谓遗诏，皇后鬓发散乱，却强撑着昔日威仪。本宫可以作证，这才是陛下真正的旨意。母后既在冷宫，如何能见到父皇临终改诏？废后一噎，萧承玉咳了几声，嗓音阴冷。父皇怜我被奸人所害，早有悔意，这才传诏给我。萧燕唇角勾起一抹讽刺的笑。奸人，你指的是被你纵容谋害的沈氏，还是无恶不作的柳氏？僵持之际，父亲主动上前了一步。先帝临终前，召臣与几位大臣入内，亲口令太子继位。臣愿以沈家满门性命作证。几位顾命大臣同时跪下。臣等皆可作证。来人，给我拿下这些假传圣意的逆贼！可就在这时，殿外有人匆匆来报：瑞王府传信，柳氏病危。萧承宇猛地捂住胸口，同命骨反噬来得极快，他痛呼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萧燕抬手，把人拿下。禁军上前将程若与同党一并拿下。天色将明时，遗诏宣党，太子萧燕继位，百官俯首，山呼万岁。新帝即位后，第一道旨意便是处置谋逆之人。废后幽禁冷宫，终生不得出。萧承玉削去宗籍，无诏不得见外人。柳如堂终生囚禁瑞王府偏院，保证不死即可。这道旨意传出后，京城议论纷纷，百姓都夸赞陛下仁慈，留了萧承玉一命。沈家得了封赏，父亲封安国公，加太傅衔；兄长因平定宫乱有功，封定远侯，掌京畿禁。知尉，我们沈家终于熬过来了。
我望着正堂上高悬的匾额，心中酸涩。前世也是这座府邸，只是那时圣旨不是封赏，而是抄家。半月后，宫中设春宴，我随母亲入宫谢恩。宴席散后，内侍引我去了梅园，梅花已经谢了大半，枝头只剩零星几朵。萧燕站在树下，身上穿着明黄长服，眉眼比做太子时更沉静。我行了一礼，臣女见过陛下。他扶起我，这里没有旁人，不必多礼。他从袖中取出一枚玉佩，白玉温润，边缘被摩挲得很光滑。沈知微，我心悦你。风从眉之间吹过，落花轻轻飘下，他的声音清晰而郑重。不是因为沈家，也不是因为你帮我扳倒萧承月，我想娶你，只因心悦于你。萧燕似乎看出我的犹豫。你若不愿，我不会逼你，你可以仍做沈家姑娘，随心所欲。我今日说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。隔日，萧燕亲自到沈府了一趟，父亲只问了一个问题：陛下想要的是皇后，还是臣的女儿？萧燕答得很快：朕想娶沈知微。父亲沉默许久，终是起身行礼。臣愿将女儿托付陛下。母亲听闻婚事定下，背过身擦了许久的眼泪，她握着我的手说：娘舍不得你入宫，可若那人是陛下，娘也能放心些。兄长硬邦邦开口：陛下若负他，臣便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替他讨个公道。萧燕却没有恼，不会有那一天。婚期定在来年春日。在那之前，我最后一次听见瑞王府的消息。萧承玉病得越来越重，他听说着我要入宫为后，挣扎着爬到院门前，疯了一样拍门。沈知秋本该是本王的妻子，为什么要嫁给萧燕？凭什么？无人理会他。偏院里的柳如堂听见后，笑得几乎喘不过气。表哥，你听见了吗？她要做皇后了。她宁愿嫁给你最恨的人，也不要你了。萧承月怒极攻心，毒发昏死过去。自那以后，萧承月再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我的名字。可柳如堂不愿意放过他。承月，他每日隔着瑞墙，用温柔的声音喊他：表哥，你后悔了吗？你若当初没有救我，如今会不会已经娶了沈知微？可惜啊，他再也不会回头看你一眼。萧承玉起初还会怒骂，后来连骂他的力气都没了。他们一个躺在正院，一个囚在偏院，明明近在咫尺，却比仇人更恨对方。太医每隔3日去一次瑞王府，只为确认他们还活着。我听完这些，只觉得心中平静。清代问我：小姐，你不想亲眼去看看吗？我摇了摇头：不必了。大婚前一夜，萧燕让人送来一封信，信里只有一行字：明日我来接你。大婚那日，春光正好，皇城长街皆铺满红绸，宫灯从朱雀门一路悬到长明殿。我穿着凤袍坐在妆镜前，母亲亲手替我戴上最后一支金钗。我们知微真好看。娘，别哭。今天是大喜日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微儿，若以后受了委屈，跟爹说。我点了点头。吉时已到，喜轿候在府门口，兄长背我出门。他自幼最疼我，今日却一路都没有说话，直到走到喜轿前，他才低声道：若在宫里受了委屈，便回家。我眼眶一热，我都要做皇后了，兄长还把我当小孩子。他笑了声。皇后也是我妹妹。喜轿入宫时，钟声响彻皇城。我一步步走上长街，萧燕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走下御阶，牵住我的手。走吧。我将手放进她掌心，我们并肩走上御阶。风从长街尽头吹来，
带着春日花香，册封诏书宣读时，我看见父亲站在百官之列，眼眶微红；母亲在命妇席中低头拭泪，兄长则绷着脸，像是在强忍不让自己失态。这一世，他们都还在。礼成，礼成之后，百官山呼：“陛下万岁！”声音如潮水般涌来。我站在萧燕身侧，心底微暖。这一世，我再也不用被困在暗无天日的柴房了。